大家好，这堂课我们来学习断层的识别标志。断层广泛发育于不同的构造环境中，其类型、特征、形成机制各异。我们对断层进行研究，首要环节是要识别和确定断层的存在。对于出入地表的断层，我们可以通过野外观察识别标志来进行确定。由于断层两盘的相对滑动，断层上升盘常常在地貌上形成陡立的峭壁，称为断层崖。断层崖不一定就是断层面，常常是断层面被剥蚀后退而形成的陡坡。断层崖受到于崖面垂直方向的水流侵蚀、切割，被改造成沿断层走向分布的一系列三角形陡崖。这种三角形的陡崖称为断层的山脚面。有些山脉在延伸方向上如遇有横向或斜向断层存在，则山脉的山脊会相互错开，叫错断山脊，表征了断层的走滑作用。将各三极错断位置相连，即为断层所在位置。此外，串珠状的湖泊和洼地、泉水的带状分布，也是断层存在的地貌标志。对于一些现今仍然在活动的断层，我们称之为活动断层。活动断层可能会错断道路、栅栏、操场等建筑物，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断层的识别。部分断层没有出入地表，我们无法直接对其进行观测，因而需要借助能探测地下的钻井、地震、电磁等地球物理手段对断层进行识别。如果我们获取某一区域的构造等值线图，在等值线图上突然被错断的位置，即为断层发育的位置。在钻井过程中，如果没有断层存在，应该从上到下依次钻育从新到老的连续地层。而如果在钻井过程中发现地层缺失，则表明钻井遇到了正断层。由于正断层上盘斜向下滑动，导致部分上盘地层错位下降，在纵向剖面上表现为地层缺失，其地层不连续位置则为正断层所处位置。如果在钻井过程中发现地层重复，则表明钻育了逆断层。由于逆断层上盘斜向上滑动，部分上盘地层错位上升，在纵向剖面上表现为地层的重复。重复的上盘老地层和下盘新地层接触位置，即为逆断层所处位置。人工地震勘探是研究地下地质构造的重要技术手段。人工激发的地震波向下传播，遇到地下地质界面会向上反射。我们接收地震反射波，并对其进行处理，就得到了这样的地震剖面。地震剖面中连续的线表征地下的地层。我们注意到某些特征明显的地层，在某些位置发生了明显的错断，这些错断由断层的活动造成。因此，地层错断的位置即为断层所在位置。在某些断层所处位置，我们也能观察到较强的反射波阻，与其他地层反射错断结交，这是断层断面波的反射，也指示了断层的存在。除地震勘探外，还有重力、电法、磁法等其他地球物理手段可以获取地下的地质信息。在重力异常、磁异常等勘探成果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在某些位置，这些数值发生了突变，这些突变位置就可能指示了断层的发育。此外，
相邻井中的标准层的标高相差悬殊，近距离同层地层的厚度突变，钻井过程中的井漏、井塌等现象，均有可能指示了地下断层的存在。断层这一章节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